迎收看关键时刻。现在花莲遭受了黑色海啸的重创之后，现在每个花莲人都在传的这一篇贴文，大家为什么会说这个贴文非常重要？原来这篇贴文是在8月14号的时候，有一位来自花莲马太安祖灵的求救，他放了这个标题，他里面讲了什么？他说他们当时要办这个丰年祭，在办丰年祭之前，所有的马太安祭司会举办24小时的仪式，结果没有想到是祭司开天眼之后。他们的祖灵就是他们的阿公阿嬷，马上跟他讲一件事情。他说，马太安溪上游的堰塞湖将会大溃堤。这个贴文是8月14号，而且祖灵已经讲得非常的明白，你不要熟睡，不要轻忽，你一定要注意山上的声音变化，像是土石流或是大石块的松脱。这个贴文被大家讲是8月份最大的警告。而最讽刺的是什么？这个警告，县府有没有听到？有，因为你看到这张照片，这是当时花莲县县长徐榛蔚还去参加了这一场丰年祭。这场丰年祭里面，一定有非常多人也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仍然是遭受到花莲黑色大海啸的袭击，导致这么多人死亡，到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失联。所以世聪，我们今天一直在讲一件事情，这些人根本没有必要死亡，他们原本都可以好好的活着。从中央，从甚至之前丹纳斯台风，甚至相关的单位，甚至祖灵都已经跟你讲了，你要注意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注意这个堰塞湖。结果你都没有在听的。没错，实际上这次的堰塞湖的灾难，当然你可以把它怪成是天灾，也有人祸的成分里面来说。但是我们更要讲的是说，事实上那种老祖宗或者说原住民他们的那种智慧，还有大自然的力量，我们千万不要轻忽。为什么这样说呢？事实上老早在这个今年8月14号到16号的时候，事实上住在这边的马太安部落，他们每一年都会举行这个丰年祭。那丰年祭来说的话，事实上照我们刚才讲。丰年祭来说，当然很多人都去参加。当时的这个花莲县县长徐榛蔚，他在第3天他有抵达这个现场。抵达这个现场来说呢，就没想到后来呢，大家就说，因为我们一开始他们在做这个所谓祖灵，要呼唤他们的阿公阿嬷，就是他们祖灵来的时候呢，照你知道他们祖灵跟他们说什么呢？警告我们族人，我们先不要办丰年祭了。为什么？他说我们有很急的事情要提醒族人。他说马太安溪上游的堰塞湖将会大溃堤。他就说，我们不要以为台风走了，但其实那边的压力持续在存在。然后他说，如果真的溃堤的话，会造成大新村、凤林镇、马太安部落会有巨大的冲击，甚至会造成严重的伤亡。然后祖灵还提醒山上的族人务必要留意，尤其是说不要熟睡，不要轻忽，注意山上的声音变化，像是土石流或是大石块通缩，都应该非常非常的小心。而且你看哦，祖灵阿公他还说什么？大家不要以为台风走了会平安。但其实早有裂缝，这个堰塞湖的水库有裂缝，对，要特别小心。对，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个原住民他们的祖灵住在这个地方，尤其是原住民，像马太安部落在这边，照他们已经住了400年，400年这个地方，他们当然对当地相当的了解嘛，这个所有的这个水流的变化，所以他们都非常注意。所以祖灵提醒族人说，我们要小心。而且这一篇贴文是8月14号哦，对，没错，等于是提早1个月哦。对，你看祖灵，然后2025年8月14号，然后说不要熟睡，不要轻忽，注意山上的声音变化，像是土石流或是大石块松脱，一定都要非常小心。好，祖灵跟你讲那么多，但是有没有注意啊？我们当然目前为止来说，一定有人疏忽掉这个状况。好，那么跟大家讲，实际上这一次的这个发生这个事情来说，它也在整个花莲溪。为什么花莲溪？我们跟他讲。像这一次你会注意到哦，其实原住民的这个部落里面来说，受灾并没有那么严重哦，对，反而都是后来住在这个地方的人，尤其是他们这次这个水流溢进来那个地方呢，其实有很少原住民住在这边。你知道，他们原住民那边住了400年了，他们都知道哪里可能会有灾害，哪里会灾害，所以这次他们受伤的并不那么严重。好，那因为这次是这个马鞍溪这个地方哈，对，那因为这边有一条河叫做花莲溪，花莲溪来说，事实上它每一年都会改道，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来说，它就这个。固定泛滥之后就改道，因为这个地方的水流湍急，然后又常常变换这个改道，所以这边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就是有非常多天灾人祸会发生。对，这也是为什么呢？这一次的马太安部落会提醒大家，当然千万要非常小心。那其实我们就讲，像这个连我们当初的施工单位都不敢挑战这些溪流。为什么不敢挑战这些溪流？那我们在盖这个北回铁路，在盖这个所谓台9线的时候，那很多地方呢有2条隧道是过溪，就是盖在溪床下面。为什么盖在溪床下面？因为他们知道说上面的溪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变化，一直不断的变化。所以呢，这就是马太安溪的这个光复河底的这个隧道，就是当初你看，这溪床在这边，他们真的盖在下面，就是
因为为什么？因为上面的水流不断的变化，所以他们为了要防止这样的情形之后，他们就把它盖在河床下面。所以也难怪它要盖在河床下。你看到马太安溪的桥，是它盖在上面，果然一下子砰一下，对，你看画面啊，直接就被冲走的。对，你看那上面的桥、上面的堤防，就几乎是摧枯拉朽般就被盖掉。所以也难怪为什么花莲溪这么多的原住民，他说我不敢住在这个地方，因为他说花莲溪它的脾气非常大，是你抢了它的河道。他早晚会跟你要回来的。没有，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大自然的威力。那我就讲这个所谓马太安部落，他们属灵在这边，他当然知道这个大自然力量，他们警告族人要敬畏大自然力量，留意大自然给你的任何的讯号。在花莲的光复乡里面来说，他们这边有一个乡野传说。哦，什么乡野传说？我们在当地有光复糖厂，如果你有去的话，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光复糖厂，它有一个烟囱这么高，你看花莲糖厂这几个字，它的烟囱高是51公尺左右哈。那51公尺来说，照理说它应该非常高，对不对？对。照你问这个当地人就说啊，没啦，我那马太安溪的那个溪床哦，含这杯管。真的假的？你看人在下面，小小个，对，这个很高的。对啊，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好，那事实上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这个马太安溪的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冲刷过的时候，正好你知道，事实上它这个地方呢，的确是这样子，地势比较高，这边的确地势比较低。对。那么到河床冲击的时候，它中间的这个河床冲击出来会比较高。他们就说什么？他们就说这个河床中间最高的这个冲击扇的这个海拔是170公尺，海拔170公尺哈。那我们讲，那在这边有一个中油马太安加油站，海拔125。然后呢，花莲的这个光复糖厂的这个烟囱，这个海拔是119公尺。对，那等于110，这个光复糖厂的这个海拔是119，你加上50公尺来说，就等于170啊。所以等于是说，它真的花莲糖厂的这个烟囱划过去到这个冲刷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河底的这个冲刷，其实是一模一样高的。对，所以就是说，它这边高，这边低。好，那这边高，河床比平地还要来得高，没错。好，那这边高，这边低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周边，我们其实有架设这个所谓堤防，因为我们事实上大家也知道说，这架它管有点类似黄河都是在天上奔流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要盖很高的堤在那边嘛，哈，那你盖着堤在那个地方来说的话，那你堤一溃散，那当然就水就往这边这个完全倾泻下来，所以才会有这么严重的灾情，就是因为它本身的地势，还有它的这个，所以它水直接灌了下来，它是高处下来的，往地出流，也难怪整个光复整个都那么惨。所以好，我们为它解释你就知道了，这个泥水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它是沿着河道。对不对？沿着河道，照理说，如果沿着河道排走，那就算了。对。但问题是河道，因为我们的堤防呢撑不住，它就往四处溢流。四处溢流等于是说它又比较高，所以等于是除了这样高的速度下来之后，它溢流的时候又是一个比较高的速度，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大的这个灾情。好，那我们就想，那这个讲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跟他讲，事实上这一次我就讲，其实我们这次的水利署就说没有啊，我们真的的确在这个地方有盖这个所谓的这个堤防啊，对，堤防都盖了。那很多人就说啊，那是因为堤防有缺口破洞了之后，才让这个整个溢流下来的。但是你知道，水利署的说法说没有，我们不是这样。他说了，因为他这个当然会有一些开口，但是开口来说不是这次破损的最要原因。他说，因为水流真的太大了，超过堤防设计的标准的4倍以上。所以这个所谓的开口是必要的开口堤。对。结果我盖的这么坚固，这次水下来，对，它超出4倍。对。我当然堤防没办法挡啊。所以等于是说很多堤防就被冲毁。我们刚才不是看到吗？有那种所谓在突然之间就黑烟起来，那就是堤防被冲毁了。冲毁了，它当然水往两边跑。水往两边跑，我刚才不是说它的地势比较高，所以就往下面倾泻过去的时候，你看它这个堤防这样的，它根本挡不住嘛，挡不住就往旁边倾泻的这个状况，所以等于是说这一次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堤防也挡不住，因为水量是4倍。好，除了水量是4倍之后，我们来讲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他说呢，目前为止这个整个这个9100万吨的这个水呢，大概是什么？这个张敦涵说了，他说是3/4个日月潭。你可以试想，太大了吧，3/4个日月潭这么大的水流在上面，然后在1000公尺的上面，然后往下倾泻，现在倾泻了这个75%，你知道那个破坏力是有多大？然后他就说，目前为止来说，我们在这个目前为止泥土的这个水土的这个含量，大概需要多少？1420万台砂石车才有办法搬运完。不是，这也太可怕了。1420万台砂石车，它是3/4的日月潭，对，结果它的土石含量需要1420万台的砂石车，
慢慢运，那一台很大台哎。对，那当然，目前为止灾区来说，也可能要动用非常多的砂石车才能把这些所有的清理完。好，那我就讲，所以这一次我们讲，当然有天灾的部分，这边我们讲的都是天灾，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水量真的太大，而且它整个地形就是这样，所以才说祖灵那些地方，我们大概这一次受灾的地方，很少有部落人住在这个地方，这原因就在这边，祖灵就告诉你的。好。那我们讲，那有没有人祸的部分？当然有人祸的部分。人祸是部分是什么？你没有撤离嘛？你要赶快，真的这个有问题的，其实中央前几天就已经警告花莲县政府了，对，你赶快给我撤离，赶快撤离。那花莲县政府呢，消极作为嘛？对，事实上花莲县政府怎么说啊？没有，你不用撤离，我们把需要撤离的撤离走，其他人你就垂直往上。但事实上你应该要料敌从宽，尽量能够撤离，全部都撤离走。好，结果没想到，你看。今天就发生一个不幸的故事啊！住在这一次受伤最惨的叫佛祖街，就光复的佛祖街这个地方，一个吴姓男子他就说，他当时拉着他妈妈，对，他拉着他妈妈的时候，结果没想到水一来之后，就他们原本要跑出去结果水来之后马上就急到他的腰，他要拉他妈，你给我照，你对我照，就照，你知道怎么令人鼻酸吗？他妈妈大概意识到我可能招不出力，对，因为怎么办？他就把他的儿子的手拨开之后，他最后就跟他妈妈分散。那他妈妈可想而知，你就知道说就在水里面了嘛，就不幸往生了嘛。那他往外跑的时候，一开始当然水那么高，那怎么办？就本能性的就往外跑，可能也会往生，就往上面跑，跑到2楼，跑到上面去楼层，因为上面楼层的时候的确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他后来就躲过了一劫。而且他当下他的确他妈妈手放。他当时想要带着妈妈走的时候，他的水已经淹到鼻子。是，我们再讲一次，那个是泥沙哦。对，那个泥沙的力量，它已经到鼻子了。你再一点点上去，不管是这名男子跟妈妈都没有办法逃掉的。所以他当时还一直喊着：“妈，你对我照，你对我照。”但你看，在那个时候水里面的时候，他妈妈那只手已经把他松开了。所以也就是说，他妈妈不想他的孩子跟他一起死。所以事实上，你看。他妈妈却松手，那儿哽咽说他不想让我一起淹死，然后这就是摆明就是人祸。如果你早一点能够通知他们，哪怕是让他们离开这个地方，这次永远不会有这样子令人鼻酸的故事会发生。所以讲很多当然是你撤离不及的这个原因嘛。那尤其是你看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一次真的会死伤有蛮惨重？你看目前为止来看，这个泥石流卷进花莲的一层楼，你可以仔细来看。照我问你，你这里面来说有树木。有一些什么枯枝一大堆，老人就算他妈妈真的把他硬拉出来，你看他那些枯枝打在他身上，你觉得他能够受得了吗？这很多东西，这实在是太令人难过的一个地方。然后整个他这个一楼都已经是淤泥之后了，你看现在水退去了，水退去之后，你可以发现到说，你看这满地都是这样，这个脚踏车，这个是便利超商吧？对，你看到哦，它的玻璃已经到这里，是，它当时最高是淹到这里，是，淹到这里。这太夸张了啦！那你可以看到说，你看旁边的这个污泥都清出来，跟一堆小山一样，一个小山。那你就知道这一次的水里面有多少污泥在那个地方，然后道路上就清出了一大堆污泥的这个局面。所以跟你讲，当然这一次的这个马太鞍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所谓溢流，当然是有天灾的部分，但是我们接下来可能要更加 focus 的是人祸。因为什么？因为既然大自然的灾难无法避免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想办法避免在下一次大自然在侵袭我们的时候，我们绝对要避免所有的人祸。建明，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story 的时候，我们鼻子都酸了。为什么？儿子真的很想救妈妈出去，但是他的这个泥沙已经淹到他的鼻子，他妈妈知道再不放，两个人都会一起死。这件有多严重？你看到昨天从晚上到凌晨。有多少的救灾人员就在我们刚看到这个泥沙下面，他们不断的走。你不要以为这是水，它是泥沙。泥沙什么概念？就是你走进去之后，你的腿、你的脚是完完全全陷在里面，你要抽出来，你才能再走第二步。对一般来讲已经非常困难。对这些搜救人员来说，尽管他经过专业的训练，他每一步一踏下去，找到人，甚至要去把门牌一个个看。还要把人背出来，这个过程，他们真的是用命在换的。你看到这一张照片里面，然后屏东消防队员的这样的一个背影，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脚每踩一步都被淤泥给黏住这多夸张！是这样子对，你要
你要再拉起来的那一种，几乎是被黏住了。他说救灾的情况宛如当年88风灾的时候在救灾的这个过程，而且他说他们是前行100公尺，就像你们画面上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哦，100公尺前进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大概就要花20-30分钟。100公尺花20-30分钟，这有没有太夸张？但是你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天灾，真的就没办法，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当时救人的难度。所以你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特搜队员为什么要背着灾民，然后把他们救出去？而且当时他们这个到了这个佛祖街的时候，就是刚刚世彤哥讲到了那个地方，然后碰到了这个阿公阿嬷带着2-3岁的那个男童出去，然后才把他救出来。然后你跟他说：“弟弟，不要害怕，马上救你出去。”还有哦，他们到了这个医护的这个民众去救灾的时候呢，现场全部都是烂泥巴。对。然后呢，他说只能慢慢的前进哦。然后看到民众在那个房屋里面，你刚刚看到那个画面，也是有一些手电筒。对。灾民就拿着手电筒在看，就是照，这表示什么？他们需要救援的意思。所以他进去救了一个人，没有求救一转身之后，那叫什么亮亮的？每个人都是拿手机或者是拿手电筒。我人在这，我人在这。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泥沙困住。他们没有力量可以自己出来，而且那个泥沙跟泥水啊，到哪里？到了胸部啊，到胸口，再往上一点就到你脖子了。所以你要怎么办？怎么呼吸？所以到胸口的这个地方，他们只好拿手机或拿手电筒发出求救的讯号，让这个消防队员找到他们之后，赶快把他们这个救出来。而且你要知道，等到救出来之后呢，你要再回去的这个地方，感觉好像有点回不太去，因为它遇到逆流啊，然后那个泥沙的流速又这样子夹杂着那个溪水啊，它会变得更难走，所以遇到逆流，你要再去救人、找人、寻人哦，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你看到这一幕的整个连夜救灾的画面，会让大家想到说，那整个在溢流溃决的时候，那有多恐怖啊！而且你看到他最后是要回去，你看到他说刚好抓到电线，你从来没想过他是用拉电线，因为他真的是很深，加上他的脚完全被泥沙困住。他是这样一步一步拉回去的，没想到那个电线啊，成为了我们一般消防人员在这个水域救灾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那个抛绳枪，对，那反而变成临时就地取材用的一个救难的一条这个绳索一样。竟然只能靠着电线再一步一步的把他们拉出来，那有多大的力量？所以你要知道说，在这一次花莲县光复乡碰到了这个黑色的这个海啸的时候，救灾难度之高啊！对，这一幕，我也带大家看，除了这个画面，就是昨天晚上他们在救灾的过程。那其实东华大学的防灾团队，他们也针对了马太安溪的堰塞湖哦。做了一个监测的这个计时，你看到了这些一幕一幕的这个图啊，你会以为是这感觉好像在我们之前看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俄乌战场上，然后好像有一些这个战事爆发的集中点，怎么有一个圈一个圈，这些密集图都是受灾严重的地方。这也太多了吧？这有大中小，通通全部都是集中了大，当然是灾情更惨的地方。中它的程度就是由大中小而异。然后你看到这也是都是光复乡的这个市区。再来看这一张大图，它的颜色比较多，有绿色、有蓝色、有红色的。就跟大家讲，蓝色那就是房屋和民宅积水淹水的地方，那绿色就是有些地区包括街道在积水淹水的地方，紫色也是街道的这个淹水的地方，橘色、橙色呢就是请求尽速的这个疏散撤离的地方。还有一些黄色建筑物，这几乎都集中在光复乡的市区，还有包括我们一直在讲的佛祖街和敦厚路以及这个光复路这几个地方，还有包括大安村、大华村跟大同村，都是在光复乡受灾严重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这些光复乡灾情通报的类型是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它不断的在乱的。所以当看到这些救灾的整个图的时候，大家会想到说，那到底光复乡上面的这个马太安溪上游的堰塞湖是怎么样形成？怎么会这么严重？那我就跟大家讲，你看这一张图也是东华大学的防灾团队，他们针对马太安溪的堰塞湖，他做了监测计时的过程。第一张图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开始的地貌，就是说堰塞湖还没形成，马太安溪在这边是它的上游哦，它还没形成的时候，后来碰到去年04、03的大地震，记不记得？然后到今年7月21号，这个堰塞湖又因为台风的关系，还有这个不断的这个发生豪雨的关系，它7月21号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因为地震的关系，它的山体就崩塌，
它变成崩塌了之后呢，然后再加上豪雨，它的这个开始土石流，它的这个土石就在那边形成了一个堵住了之后呢，到今年7月21号正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堰塞湖。5天之后，7月26号，中央就跟东华大学啊等等一些防灾的这个科研技术团队开始去放这个水威水压计跟这个雨量计啊，去监测马太安溪上游的这个堰塞湖的这个地方。因为7月你看开始形成这个堰塞湖的情况之后呢，7月8月陆续都有台风，都有造成了这个豪雨嘛，所以当中央他们结合了这个内政部空勤总队，他们就用直升机在林保署还有成功大学的防灾研究中心，他们至少搭载了9名人员，用直升机运输他们到那个现场去。然后当时其实也曾经讨论过，你看到人站在那个石头旁边，那个比例也是太大颗了吧？那个石块都这么大颗，所以当时这也是他们放的这个水威水压跟监测器材。就有专家他们也曾经讨论过说，堰塞湖形成怎么办？他们至少开过2、3次的专家会议，也研商过说，那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坝体降洼，或者是把这个用炸药把坝体炸开，对，或者是用虹吸的这个抽水的方式，把这个堰塞湖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水啊，水量是不是可以这个用引流泄压的这个方式来处理？后来发现没办法，为什么？因为这个海拔多高啊！你都要用直升机载着那9名人员，你看到那个照片是用直升机载运他们去的，那更何况你这没有道路可以到，他根本没有路可以到，没有路可以到。你今天要用怪手或者是用人力，你要用直升机，这根本没有办法的。你重型机具，请问你怎么上去？你怎么用工程技术把它开挖？那如果你要用贸然用这个炸药炸开的话，多少工程人员在那边，那有多危险？因为它的山体它是土质，还有这个地方是松软的地方，你那万一发生安全上的这个问题的话，没有人敢这个开玩笑。所以当下他们也很头痛，只能不断的去做监测，一直到9月22号发布红色警戒之前2天，他们其实也提醒了这个地方县政府要赶快注意这个撤离了。那讲到堰塞湖，其实大家就会联想到，大约在16年前的时候，2009年8月。记不记得那时候高雄碰到了这个莫拉克台风，对，然后小林村整个灭村，那就是因为当时崩塌的这个土石在高雄的那个旗山溪的上游形成了这个堰塞湖，也是堰塞湖。对，然后又因为当时莫拉克台风的降下的雨量暴雨，整个因为引发了山洪而溃决，然后造成当时高雄市的甲仙区小林村瞬间遭到土石流，还有它的整个这个洪水灭村，造成了381个人死亡，16人失踪的悲剧。在那之后呢，其实有一个这个中兴大学的教授陈树群他就是立誓说，那我要建立全球的第一个野外堰塞湖跟土石流观测的试验站。他找了一个，所以我们从2009年之后这一场惨痛经验之后，台湾已经有全球第一个，就是说所有的堰塞湖都在我们的学者、我们的专家的这个所谓的讨论跟研究的范围里面。没错，这个学者呢，他还当时选了一个在中部地区，能高大郡，就南投到中部的惠孙林场，它的其中的一个蓝岛溪。这个蓝岛溪，它是比较属于偏僻人迹罕至的地方，对公共安全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危害。然后同时呢，因为能高大郡上面有这个水利会的这样的一个它的闸门，只要开放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模拟用人工的这个排洪，来模拟说中度台风造成土石流跟堰塞湖溃堤的它所造成的影响。后来呢，结果从2012年开始去试验的时候呢，你知道吗？这个全世界首创的野外堰塞湖跟土石流观测试验站。当时这个陈教授带着中外的国内外的学者去看他们利用人工造洪模拟这个中型台风的暴雨引发洪水跟狭带这个泥沙和土石流狂泻而下，就好像坝体溃决一样。结果当时的这个状况是流速每秒来到1200公斤的这个流量，冲撞了整个坝体，不到半个小时就造成了坝体全面溃决，那个形成这个摧枯拉朽之势让当时包括陈教授在内的整个国内外学者看呆了，才发现说大自然的威力多么惊人你想想看，1秒流速1200公斤，不到半小时就溃决，连逃都没有时间逃。他们说什么？我更加敬畏大自然，土石流万马奔腾的毁灭力量，体验天灾的可怕。我越研究越发现，天哪，也太可怕了！这只有在现场看过的学者专家们，他们才知道这个是多恐怖。所以堰塞湖目前，所以他根本就是要带离这些民众逃离死神的。是这样的一个死神的密码。你了解了堰塞湖的这样的一个溃决的威力之后呢，不只是你要真的重视做好防灾预警跟撤离的这个工作，你还要跟时间赛跑，否则碰到了这个危机再度发生的时候，民众会无所适从或者我们刚才还特别提到台湾世界展望会发一个文，他说他在写
只有6岁的小女生，叫做小怡。结果没想到，她在这一次光复巷的这件事情之后，黑色海啸进来之后，没有办法找到她。结果今天你看到这个画面，天哪！竟然过了1天之后，人终于找到，但是你看到她全身这样子，大家鼻子都酸了。他全身都是泥巴的，是昭和。其实看到这一幕哦，真的是那个小孩子非常惊恐惶恐哦，他全身泥巴，还好传来是好消息哦。你看他惊魂未定，那个看起来眼神哦，真的就是非常害怕，也难怪。你想想看，6岁而已，还好照顾他的人把他放到最高处，所以他是在最高处的一个情况之下待到现在，就是安全救他下来。然后呢，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画面哦，救他的应该是屏东县的消防员哦，因为我看他那个车子上面写屏东县消防员哦。有没有屏东县的政府的消防局？所以你就知道，当你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事实上全台湾从南到北，大家都会来帮助。但重点就是事前可以防范的，明明可以防范的，真的就要做好。那现在你看，大家都那么开心，然后呢，就你看到旁边这个，他眼泪都流出来，我终于找到你了。然后他身上全身都是泥巴，但是他竟然这个孩子竟然没有哭，我不知道这为什么。他是吓坏了吗？是，也有可能就是说他的母亲，因为他母亲应该是这个在其他地方工作，然后把他委托给他的一些长辈在照顾，所以不知道是说母亲现在有没有跟他就是这个看到，你看到小孩子连鼻子都有黑泥，而且头发也都黑泥，你就知道那个过程有多么的惊险。你看到这个画面哦。空勤哦，甚至用吊挂的方式，我们不是有看到非常多人不是在屋顶上面吗？或者是怎么样？结果现在全部人都动起来，大家赶快救，赶快救！是赵华，但是你知道吗？看到这个画面，就心里有点难过。什么叫难过呢？如果早在第一时间点，也就是在9月21号、22号，在大雨或者是说在那一个土石流，应该是说这个溃堤事件还没有爆发之前，就可以用走的方式离开的话，不是可以降低所有相关的风险吗？结果现在，当然我们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一些国军出动这样直升机，还有出动这么多人，把一条一条的人命从这个边缘里面救回来。但你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出动这样子，其实他们在垂钓的过程里面也是会有风险的，而且这个垂钓的风险，除了就是我们军方人员自己冒风险之外，你要知道，如果是老弱妇孺用这种垂钓的方式，那个风险也是蛮高的。所以现在大家都会心里想到说，赶快那个跟时间赛跑，赶快可以把能救的人赶快先救出来，救这些受困的人。但目前为止，他们用这种吊挂救援的大概有7人哦，就是1女6男哦。那当然就是说，大家赶快跟时间赛跑救出来。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刚刚其实也已经爬书了，就是你看。这个是当时他们贴出来是9月22号，对，你9月22号下面就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保全户撤离作业完成，等于是你都撤离完成了，怎么还会有人受困，还有人死掉的？而且你看，他是在22日的上午7点钟，而且他依据什么？依据就是你相关的一个机制发布红色警报，所以呢，这些花莲县的一个灾害应变中心哦，进行一个撤离哦。所以呢，事实上他写的很清楚啊，有这一些人啊，然后什么垂直撤离的。结果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些人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选择留在当地，并没有直接离开？现在你看自家垂直避难的5348人。那现在好，那如果是5348人，我想请问一下，现在走出来的就离开的有5348人吗？所以他根本没有测完成啊！我跟你讲，他现在所有数字，没有人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怎样啊？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死亡人数17人，现在死亡人数变成9+3人，他这个连这个都可以校正回归，所以你就会让人家觉得说一团混乱，就显现这个整个县政府根本没有掌握状况。那现在你看这个我们之前有讲到嘛，9月21号的时候，他人还PO出他这个韩国的照片。然后呢，现在大家就在讨论说有多少人，然后国军也还在救，然后呢，是不是还有10几人失联的一个情况，有多少人受伤，大家还在厘清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这个县长救灾慢半拍啊，然后募款账户马上开啊，马上开。我们现在在录影当下，他募款账户就已经开了。他募款账户就已经开了，而且呢，他现在跟你讲什么？携手守护花莲，温暖同行哦。然后呢，什么复原的道路上仍在持续当中。然后呢，更希望透过实际的行动来支持灾后重建。不是县长，你不是坐等灾难的发生你不是在那边在韩国看着你的县民生命的消失
你不是在那边等着10几条人命的损失，10几个家庭破碎耶？祖灵早在8月中就告诉你了，你人还在参加那一个相关的活动。对，你还在丰年祭上哎。你说中央政府给你的指示，你没有理他，你假装弄来捧哎，然后你只要逢律必反，那就算了。8月中祖灵就告诉你了，你还有去参加那个活动，结果还有做任何事吗？我跟你讲，一个负责任的县长，他在8月中如果已经参加那个活动，有祖灵这样的指示，在9月17号的时候，他们也开了一个就是中央跟地方开了一个救灾相关的防护，而且是你们副市长有出席一个情况之下，我跟你讲，光是8月10几号祖灵的预告到9月这中间，你根本县政府就应该把 SOP 全部都拟好了。对。你应该就要开始进行相关的揣测。如果现在是红色警戒，你要把这8000多人撤离到哪里？你有没有一个安置中心？我们现在就看你到底有没有一个安置中心。你的 Plan A 是什么？你的 Plan B 是什么？你有多少人？如果你们花莲人不够，第一时间点，你是不是要跟国军来请求支援，叫他们把那个军用卡车一车人载走？对，那个才是正办，那个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地方父母官。结果我们这一个2夫妻已经当了20几年地方父母官的，在灾难发生的时，老公在台北帮老婆参加这个什么救灾中心，老婆自己更妙，人在韩国，棒口营的整个乡民搞不清楚。你知道刚刚提到的那个儿子，他不是说妈妈放开他，因为对，你知道吗？他还有一个姐姐失联中啊。他还有一个姐姐失联中，结果他现在就跟他讲什么啊？有啊，我们的邻里长我们都有去通知啊。他说没有，佛祖间没有人通知，所以他是直接去呛徐祯卫，你到底通知我们没？他就说徐祯卫推给别人啊，有啊，邻里长都应该有啊。你看，人家就告诉你没人通知嘛。那我问你，中央早就从9月20号、9月21号，甚至跟你说等不及了，9月22号早上。你人还在韩国，你搞不清楚状况，他到现在回来也搞不清楚状况。对，你现在看，除了这个画面，徐祯卫有拿过麦克风跟全台湾的人讲，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人在韩国情况之下，你指派了谁做成是你的指挥官？你的指挥官叫了谁去到哪里做了相关的一个梳理？你们有多少车把这8000多人有去离开，叫他撤离？有多少人说我不离开，我要垂直的一个避难？你把所有的人事时地物，你沟通的，你谁在打的电话，你叫谁去联络的，你全部找出来，这些人全部都有问题。对，还是从头到尾，你这个县长父母官在外面逍遥自在，在这边玩耍，在这边弄你自己韩国的一个旅游，你根本不知道，原来死神已经来到你们的光复乡。所以死者家属难怪他会这么气。第一个，我妈妈手已经松开了，我姐姐人都在哪，我也不知道。你在外面跟大家讲说，你都有去通知这件事情，你甚至发了新闻，我们刚看到那个新闻，他说早就已经撤离完成。对，一切都是骗局嘛，都骗局啊！你看他还跟你讲说有啊，都有派人通知啊，那派谁嘛？现在就讲你派谁嘛？你自己人都不在救灾现场了，你的1期开设都没有开设了，所以你知道吗？现在为什么他们要急着筹钱？人命没了，我往急报里。不要一直用这样，人命是无价的，你要珍惜每一条你自己县民的生命。田慧，李宏源今天说了，这个堰塞湖恐怕还会再溢流，等于是如果今天雨势再大，或者是台风，新台风就要来了，我不知道它要怎么样去走，但带一个外围环流进来，这堰塞湖随时都会溢流，这代表一件事情，当你在溢流的时候，等于是整个光复周边的这件事情，现在专家说你要回归到正常，还要再等1个月的时间。对，李宏源是这方面的专家啊，因为他也曾经做过内政部长哈。那我们刚刚一直在看到说，中央地方都被吵架，在被推责任的情况之下，民众真的是很反感。但是这个案子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个，比如说民众或者是蓝绿来讲的话，合作。我们知道李宏源的倾向比较属于这个蓝的这边嘛。对。那李宏源做过马英九时候的内政部长，今天来讲的话，传出一个消息，为什么李宏源现在又出来讲话呢？因为早在2个礼拜以前，现在的内政部长刘世芳早就找他组成一个团队到这个堰塞湖去看了，就开始在看这个地方到底会
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灾难的结果。其实那时候他们就提出很多的警告了。那现在他出来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一个虽然有农业部的空拍机看到了这个上面的堰塞湖好像减少了将近只剩下75%的水量，但是他说还是不能去这个掉以轻心。因为第一个，你如果要恢复整个现状来讲的话，这个大家要回去那边住来讲的话，基本上大概要1个月以后才有办法回去。对。但是接下来来讲的话，因为他说这个土石方面来讲都已经充满了水分，所以随时随地来讲的话都会在崩塌，或者是有溢流的情况。而且你不知道下一个台风是什么时候来嘛，所以他的团队已经提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个做法。而且现在也有专家不是也提到说，应该要做引流了，马上现在趁这个机会做引流吗？他说现在也不适宜，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救灾所有机具全部在清理相关的东西的时候，你在做这个引流来讲的话，可能什么？可能底下呢会再淹成了一片，而且呢所有的机具来讲的话，可能都是白费心机了。所以整体来讲，可能要等它过一段时间之后，才有办法去决定要不要做引流的一个工程了。但是回顾到那个地点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说它是在那个什么呢？花东纵谷的当中的一个地方嘛，它是属于那种河川冲击出来的一个盆地，本来就不应该说是这个人民应该去居住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其实，在2001年的时候，桃枝台风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曾经要将近灭村的这种事件了。那时候就是在这个光复乡的大兴村，当时就有这个土石流的掩埋的这么多，这当时石头这么大块。这个都是从山上直接下来的，这都是漂流木了。是因为当时来讲的话，就是2条溪汇集成下来的时候，就到了大金村这个地方。那这个大金村地方呢，总共有184户呢，有150户全部被土石流掩埋了。而且当时死伤人数也造成27个人死伤，16个人失踪，以及8个人受伤。所以当时其实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灾情。显然了，这个地方其实是不适合人居的。你要住在这个所谓的河道。跟河道征地来讲的话，就是倚天征地来讲的话都不对的，因为这个河道缩小之后，你旁边多出来的土地竟然去当时去盖房子啊，或者去种槟榔树啊，水土保持都保持得非常不好，所以今天来讲的话，这不是所谓的我们讲说不天灾意外，这根本就是人祸。为什么是人祸？本来那个就禁止不应该这一做所谓的这个开发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监测体系早就已经记住了。我们刚刚讲说刘世芳早在2个礼拜以前就找李鸿源做这些事情了。中央还有专家甚至学者都已经跟你讲很危险。要随时撤离，你就不听的。是啊，那地方政府在做什么？地方政府你还出国？我告诉你，那这几天本来我也要到澳门去开会，后来因为澳门、香港他们那边来讲全部警备啊，你知道广东、澳门他们撤离多少人？40多万人呢。那有些危险地方都撤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撤？我们只撤了8000多人而已。那这些地方本来就有警示系统，为什么不撤呢？造成还是有人命伤亡哦。当然，这个徐正辉也可以马上取消回来，为什么不马上取消呢？现在才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所以显然人祸的部分呢才是更麻烦，因为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问县府说啊，这个如果一级开设的话，那接下来的话人要怎么撤，要怎么梳理等等之类。结果很多县府官员，花莲县府的官员的话一问三不知，不知道，那你还是要等县长回来做决定，而且他没有决策权。所以关键在决策权，因为为什么？那是要负担起很大的政治责任的。你要叫一个灾民来讲话，就是说我现在我也没看到什么灾害，你叫我离乡背井，然后到别的地方去，那个都要下很大的决心的，而且要有法规依据的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件事情来讲，绝对不是天灾，天灾顶多占10%，90%都是人祸。所以换句话讲说，赶快把这些事情补齐，蓝绿合作来面对这个事情，灾民以及全国民众看得会比较高兴一点。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